爷，请了。你喝点什么？你这有什么好的呀？你喝什么地方的？来，本地的。本地的，不妨来点银蚝，价格不高，香得很呐。都来一些吧。哎，来尝尝这银蚝，瞧。怎么，不好吗？老板，你看我们像没钱的猪吗？为什么不拿店里最好的银蚝出来？哎呦，不可能，小乔二位爷，这银蚝啊，也是顶级货色。就你这，全是粗梗大叶，上好的金牙一丝没有，这顶级货色。哎呦喂，二位爷，我眼拙了，行家来了。您呐，有所不知啊，今年皇上搞万茶大会，茶商工会把所有的好茶叶都送了上去，说是要运到北京去比一比。什么是万茶大会啊？这个万茶大会到底是个什么章程？讲的那么热闹，大家伙来就是想问问，咱们茶商会这边有何准备？我们也好闲事。对，你这那不过是个噱头。新帝登基，尤其是江南那几个省刚刚光复，运河也疏通了，啊，皇上呢是有个想法，让南茶北调，就是让大家的日子啊过得舒服点儿。你玉山开道，玉水搭桥，非把天下第一茶的金字招牌给摘回来不可。对呀，摘回来，摘回来。所以呢，我请了京城最大的茶商李万堂李老爷到安徽一叙，据说他官商两面很吃得开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要说这万茶大会呀，那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买卖家，京城巨商李百万、李万堂老爷操持的。正好赶上今年太后要过寿了，这小皇上啊想讨娘亲的喜欢，李万堂老爷就想了这么一个法子，把全天下所有的名茶全部一块汇聚到北京城，比上一比，一定要派一个座次。前些年呀，这京城的茶叶呀，贵如黄金。一两不怎么样的毛尖呢，要2吊钱。这一两上好的猴魁跟龙井，1两金子1两茶，还供不应求。如今呢，天下的名茶聚集京城，夺的是个头牌，争的是个市场。顶尖的上供给2位皇太后喝，皇上御笔亲帖，制成大饼，名扬天下。你说这算不算千古盛世啊？但我有一事不明啊，这个茶叶怎么排座次？猴魁有猴魁的好，银蚝有银蚝的妙。有的人爱喝新茶，有的人爱喝陈茶，千百个人就有千百种的口味。这天下第一怎么选呢？哎，有了，谁的官大，谁说了算。皇上老子说是天下第一，你还能不认呐？哦，那是，心服口服。我有话说。你要疯啊！憋死我了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这是我一个不争气的外姓族弟，叫侯二，平常帮我管管收茶的事儿。哎，抱歉了啊，冒犯了。哎，说什么问题啊？快说！如果要是有不听话的，那不买我们茶商会账的人怎么办？什么叫不买账啊？哎呀，囤积居奇，就是不卖给我们。这茶商会又不是衙门，那人家不卖，那自然有人会去买。哎，你是不是言语骄狂，得罪人了呀？嗯，绝对不可能啊！那您尝尝我们的茶叶。嗯，哎呀，真好。那小子就是一个流放犯，他呢鼓动村里的人不把茶卖给咱们茶商会。不是他要是不卖也就算了，那他说那些难听的话，在那侮辱您，那我真是听不下去。他怎么会晓得我？你别胡说！
没胡说你。哎，诸位都在啊，这件事儿啊，胡老太爷能忍，侯二爷我忍不了啊。从今儿起，如果谁要是收那个村子里一片茶，那就是对胡老太爷、对我侯二爷不敬，啊！哎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古平原，古平原，古平原。顾爷是吧？你是二爷。侯二爷早就每家店都说过了，这三界村的茶，要是进了1两，这店就干不下去了。徽州这一块，你是指望不上了。茶商工会，好大的势力。唉，可不是嘛，几百年了，南来北往漕运，只剩他们，全国的商会，互通生计，在这一行人家就是老大，这有什么怨气？说不出啊。怎么样，都听到了吧？那我听到管什么用啊？是你得罪的他，又不是我。哥，你想什么呢？想茶呢。想茶，你拿个主意啊！你有主意吗？你要我说呀，低个头认个错就完了，你非拉这个硬干什么呀？你也觉得我赢不了？你拿什么赢啊？哦，我们跑了这么多家店了，谁敢收我们的茶呀？我想这天底下，总有收礼的地儿。这样，回去以后咱们把蓝雪茶捡些好的出来，我要上京城，和他们拼一拼。你还要去参加万茶大会，你还要把皇帝老儿的金字招牌给背回来，刀架脖子上都耽误不了你吹牛。胡老太爷有苦拜访。晚生古平原，拜见胡老太爷。古先生，坐下叙话。啊，你就是那个带头不肯卖茶叶给茶商工会的人呐？带头谈不上，豪二爷杀价杀得太狠了，我当时心里不忿，言语间多有冲撞。知道胡老太爷是安徽茶商会的首领，今日特地过来请罪的。这个侯二，的确是我一个外姓的族弟。不过，大家伙儿让我干这个茶商工会的会首，人家还都说我一句公道。如果说侯二在言语上有什么怠慢的地方，还请古先生多多包涵。劳烦你回去跟村里的人说一下，让他们直接把茶叶送到茶商工会便是了。胡老太爷，这是我家新种出来的茶，特地带过来，请您品鉴。这不是银毫吗？这上面的“蓝雪”二字是何意啊？此茶得天地厚爱，种出来以后有一股特殊的香气，有一股淡淡的兰花香，又有如雪后的青松，凛冽高洁，因此重新取名叫它蓝雪。这茶叶的名字是老祖宗定的，你这么胡乱的起名，岂不是坏了老祖宗的规矩吗？难怪侯二不收。你把它改成银毫，再拿来给我喝。胡老太爷，此茶的香气确实与普通银毫不同，是一种新的味道。要不您尝尝？哎，什么新的旧的？我做了一辈子茶行的营生，哪能这么没规矩啊？我今天要是放纵了你，以后大家伙儿要都胡乱的起名，我管还是不管呢？改回来吧。
今天我变卖康家的家产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死人。你这个短途的买卖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做了。走，都坐下。奉王爷令，今天喝酒的各位一个都不能走。康家的产业卖不掉，军队的辎重解决不了，你们就等着陪葬吧！都坐下，继续干！700万两，李掌柜的，既然他们都死了，我就接着您的价喊了。好，好聪明。 800万两，1000万两。这位小哥，面生的很啊。您认识他就行，不面生吧？1100万两。诸位，我也叫个价啊！我倒要看看今天会不会被人弄死。 1400万两，1500万两。反正你交多少，我就比你多加100万两。诸位得罪了啊！今天我是势在必得。快点，还有没有？2000万两。 怎么？京城李百万家的不够格吗？你也要加入了是吗？是啊，这么热闹啊！但是你不会把我和谷兄都这个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和你想的一样，我也想捡这现成的便宜。 你不是说帮我忙的吗？哦，哎，你喊多少来着？2100万两。2500万两。2600万两。你把王天贵的骨头熬成油都拿不了那么多。我挑好李国，跟我借他。 我这是在帮你爹办事，你搅什么？2600万你能买个开心吗？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？我就最想看你跟我爹垂头丧气一次。幼稚。谷兄弟是吧？ 请过来这边。诸位，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那康家的产业就属于太玉峰了。康掌柜，2600万两数目太大，允我10日之内划清给你，承让。有这么多的银子，何必杀人呢？ 大奶奶，你想什么呢？人不是我杀的。哎，好，太玉峰以后就是老八家了。我恭喜谷兄弟，恭喜！王爷到！王爷。 如今叛贼猖獗，朝廷又催得厉害，
可是没有钱粮，兵马难行，你当不起这个罪。小人正在变卖家产，10日之内一定偿还辎重。10日，这就是老八家。哼，国难当道，一个个在这里斤斤计较。朝廷说我心慈手软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都一起锁了吧，好歹也有个交代。哥，拿下！3日内交不上来，走，一个都活不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走。以为兜里有俩钱，就都是人了吗？在我眼里，不过是一屋子的屁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。怎么样？你兄弟的脑袋掉的会比帽子还快。馊了，别喝了，馊了。馊了也是粮食，不是？武兄，你跟他们说，你不是老八家的人，没必要在这儿受罪。我说了，他们不认啊，他们觉得我既然买了康家的产业，那就是老八家的。咱们患难与共吧，只怕到了明日，这馊饭都没有了。要不要来一碗？呀，我来是守山西的。像他们这么小打小闹的干，根本站不稳脚跟。我来之前跟王爷知会过了，就在这儿开家票号，名字已经想好。就叫太平号，从平辽一直开到下面各个县城，延展到整个大清。太平号就是个口袋，把平辽这些票号全部都装进去，这是门好生意啊！票号的生意，京城李家接过来。呸！每家300万两赎金，这不是伤害地方吗？亏他想得出来。朝廷这几年少要钱了吗？打赢过什么仗啊？你等我出去的，军机上有几位跟我有点交情，我捐个御史，我参他。孙掌柜，您别生气了。眼下这个局面，不给钱是出不去的，哪还有功夫让你买个御史参他一本呢？他是声名赫赫的铁帽子王，说句话都地动山摇的，你参得动吗？是这个理儿，我就奇怪一件事：我们在晋阳山庄聚会。请的都是山西有人物字号的票号，他们怎么这么清楚？把门一堵，下手抓人。我看里面的事儿没那么容易。哎，爹，您来了。得嘞，全看老爷子您了。你们叙话。你天天跟那个刘范混在一起干什么？哎，我们俩事儿您都知道了。我们俩一起弄了一个城门档和上门档，把这平遥城颠倒了个个儿，实在是痛快的很。你痛快了？窝藏包庇刘范的罪名谁来背？那轮不着您来背，您就放心吧。您就告诉我，您到这儿到底是来干嘛的？
哎呀，实在抱歉，让各位受委屈了。王爷让我来看看大家吃好了没有。诸位都是王爷的客人，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你们王爷可太客气了。300万两，我没有，我的钱全在茶上。拿折子来我们家抄家，王爷这客人我是做不起，没那银子。这事儿啊，我们也和王爷说了，但是啊，王爷他身份尊贵，这说过的话如果再收回去，这脸上也没光，不是吗？这票号里的钱都是山西老百姓的，要一下子全拿出来，那百姓怎么活啊？朝廷已经把江南给弄丢了，现在是想让山西也大乱吗？这位小哥眼生得很呐，不知贵姓高明啊？这全屋子的人只有一个名字，上营下子，小名元宝。对喽，师爷，别假装客气了，发个章程下来吧。成。这次王爷从京城带回来一家票号，打算放在山西，掌管军中的粮台和银钱。诸位这300万两若是凑不出来，可以让这家票号代付，只需签字画押即可。至于这什么时候偿还，你们自行商议即可。强盗，这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平遥城开了个万元档，说是京城李百万他儿子开的，现在又来一个大票号，嚯！我老八家2400万两银子他都有，怎么就这么有钱呢？莫不是会喘气儿的财神爷到了？回晋大奶奶，这家票号就是李万堂李老爷家的，叫太平号。如果诸位认可这笔账，肯签字画押，我向大家保证，即刻便放大家回去。这个李百万手也太黑了吧！啊，就想在山西立足，也犯不上把我们都给整垮了啊！这算什么？拿当官的压人吗？既然如此，诸位就接着喝粥吧。哼！爹，您这么干行吗？你呀，乖点儿，别惹祸，远远的看着，学着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爹，我觉得经商的人要讲信用，您这么干，强取豪夺，仗势欺人，落井下石，不择手段。乖儿啊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回去好好读书，争取考个功名。